中国领导人将在战争罪逮捕令的阴影下访问普京。NY Time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表示对俄罗斯的支援。此举被广泛视为对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的直接挑战。俄罗斯正变得越来越孤立，因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将与普京会面的消息受到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的阴影。该逮捕令指控普京犯有战争罪。中国认为这项任务是恢复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和平的个人外交行为。然而，许多西方官员将其解释为中国支援普京的最明显信号。国际刑事法院，连美国都不承认国际法院。AP 美联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这加强了北京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突出作用的希望。这将是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出访。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加强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会晤宣布了无限制的伙伴关系。在中国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调解人推动和平之后，拜登政府谨慎观察，因为北京希望在全球事务中主张更多权力。美国感到满意的是，海牙对普京发出的关于乌克兰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国际逮捕令与华盛顿基本一致，但拜登政府认为，现在普京被正式视为战争罪嫌疑人，中国的调解与和平斡旋角色可能不太受欢迎。中国将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一股重要的全球力量，两国几乎肯定会重新致力于他们的伙伴关系。他们认为这对于对抗他们认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不当和不应有的影响力至关重要。美国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担心这将导致美国军队和官员被起诉。尽管乌克兰已同意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其领土上的罪行，但4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权，这意味着对会议的任何影响都不太可能。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被视为乌克兰和那里寻求和平的外交官的陷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持谨慎态度。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俄罗斯，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北京和克里姆林宫都证实了这次访问，尽管中国将这次访问描述为有益、合作与和平的访问，但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担心北京可能会通过推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即停火来冒充和平缔造者，这可能会削减他们孤立俄罗斯的运动。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普京正面临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的战争罪的逮捕令。这次会议前1个月，中国发布了一份关于结束乌克兰冲突的12点立场档，该档很快被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斥为亲俄。上周，欧盟高级官员的观点似乎略有软化，其中一人表示，该档有一些优点，欧洲需要与中国合作，找到一个可以融合的空间。相比之下，美国官员一再警告北京，如果他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战争，将产生后果。习近平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访问将是他自上周获得前所未有的第3个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以来的首次出访。华盛顿认为这次访问是对乌克兰冲突的潜在有害重构，表明亲俄立场，而不是中国迄今为止试图传达的中立立场。然而，欧盟外交官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既需要中国作为和平缔造者的说明，又担心北京可能会无意中火上浇油。中国确认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友好与和平之行。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将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绘制新的蓝图。与此同时，王毅重申了中国对在乌克兰找到建设性和政治解决方案的承诺。去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自2014年西方对莫斯科实施制裁以来，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
习近平被塑造成和平缔造者，涉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NY Times。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3月22日至23日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会谈，两国旨在加强关系并制衡美国。中国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获得作为替代美国世界秩序领导者的合法性，特别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逊尼派轴心在其边界上针对中国。随后可能会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会面。中国已经提出了乌克兰的和平解决方案，尽管它没有涉及俄罗斯军队是否会撤军等重要细节。为了防止欧洲在针对中国陷入困境的经济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习近平需要表现出足够强大的努力来结束俄罗斯的战争，以帮助满足渴望加强与北京经济接触的大国，包括德国和法国。莫斯科可以优先要求中国说明补充军用及零部件的库存，并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以增加克里姆林宫的战争资金。对于乌克兰来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条潜在的生命线，对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影响战争，因此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总统几个月来一直寻求与习近平举行会谈。预计北京将把自己描绘成战争中的中立旁观者，但继续向俄罗斯提供外交和经济支援。只有在俄罗斯军队面临崩溃的情况下，中国才会冒险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和弹药。莫斯科和基辅也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在补充莫斯科的武器库方面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中国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动态，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习近平将与泽伦斯基通话。BBC。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官员们称会谈的重点是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在中国提议结束乌克兰战争之后，预计将在访问期间签署一些重要的双边档，而西方国家则对中国向莫斯科提供武器持谨慎态度。中国一直拒绝乌克兰游说习近平和泽连斯基会晤，但美国媒体报道称，习近平将在访问俄罗斯后与泽连斯基进行虚拟对话。谢锋将前往美国进行会谈。ABC。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预计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问题将成为议程上的优先事项。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两国之间进一步发展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热点问题。中国最近提出在乌克兰斡旋和平，但这在西方遭到了怀疑，因为北京一直在向莫斯科提供外交支援。此次访问是在2022年2月中国与俄罗斯达成无限制伙伴关系之后进行的，因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有所增加。中国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派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前往美国进行会谈。会谈将讨论美中关系的未来，并将是自拜登总统今年早些时候上台以来两人的最高级别会晤。中国外交部声明称，中方愿本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同美方就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国际事务问题进行坦诚沟通。习近平将于3月20日至22日访问俄罗斯。Nikkei。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接受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邀请，于2022年3月20日至22日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正值西方越来越担心中国支援俄罗斯参与乌克兰危机之际，尤其是在中国提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然而，两位领导人很可能会利用这次访问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关系，发展他们的共同经济伙伴关系。中国和俄罗斯最近签署了无限制伙伴关系，两国继续重申两国关系的实力。中国目前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这对莫斯科的收入至关重要。克里姆林宫表示，访问期间将签署重要的双边档。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与普京讨论合作。DW。据中国官方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国事访问的一部分，习近平总统将于3月20日至22日访问俄罗斯。报道称，
两国领导人将进一步讨论中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签署重要的双边档。与此同时，中国驳斥了美国关于它正在武装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批评。这些报道是在北京表示愿意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之后出现的。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盟友。2022年2月建立的无限制伙伴关系以及随后重申的牢固关系就是证明。自去年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所增加，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买家，这是自欧洲及其盟国在经济上抵制俄罗斯以来的主要收入来源。习近平将与普京举行会谈，和平之行。VW。据两国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日至3月22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际，西方担心中国正在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重要盟友之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周一普京和习近平将举行私人晚宴，然后第二天参加更广泛的会谈。他们将讨论进一步发展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将签署一些重要的双边档。克里姆林宫补充说。新兴市场论坛总干事哈林德·科利 （Hernakoli） 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将战略伙伴关系视为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重要工具，我们可能会看到他们加强在许多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指责中国为俄罗斯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提供武器，而据报道乌克兰正在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中国参加峰会，讨论他的和平方案，因为战争标志着战争2周年。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交谈时写道，我强调了泽连斯基的和平攻势对于结束侵略和恢复乌克兰公正和平的重要性。谢谢大家收看中国形势。